是什么样的爱情，让这个女人背着自己的婆婆，私下与情人约会，并让对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钻进她的石榴裙？好在婆婆并未发现女人的异样，反倒是贴心的帮儿媳按摩后背。看到这里，你会认为这个女人不知廉耻，红杏出墙吗？其实不然，珍妮是一个非常苦命的女孩。童年时期因为母亲因病离去，父亲忙于生计，只能将她送到姑妈家寄养，随手扔下一笔钱后便无奈的离去。自从那天起，珍妮就与体弱多病的表哥一起生活，而照顾对方就成为了她此生的任务。这也导致她的童年就此失去了色彩，每天都被逼无奈的与表哥睡在一张床上。时光流逝，转眼10年过去，珍妮已经成为了一个风姿卓越的大美女。成年后的她和大部分的姑娘一样，对外面的世界和爱情充满了渴望。她希望能遇到自己心仪的爱情，哪怕是田地里干着农活的男人，都会令她的身体情不自禁地跟随摆动。每天重复的节奏让珍妮感到非常无趣，但她却无法摆脱这样的生活。可突然有一天传来了噩耗，她的父亲出海时不幸去世，这让本就寄人篱下的珍妮彻底绝望，仿佛失去了照亮她内心世界的一束光。这天，姑妈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，为了能够改善表哥卡尔的病情，决定利用珍妮父亲留下的抚恤金，将全家都搬到巴黎定居。We can leave right after the wedding. Well, whose wedding are we going to? Well, yours, dear. Well, but who am I going to marry? Why, to me, of course.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珍妮措手不及，在姑妈强势的介入下，让她不敢有任何反抗。陷入困境的她，只能与根本不喜欢的表哥步入婚姻殿堂。没过多久，已经带着婚戒的珍妮与姑妈来到了巴黎。他们在昏暗的巷子里开了一间服装店，虽然这里面采光并不好，但靠着姑妈的伶牙俐齿，让不起眼的商店生意变得兴旺。而他的表哥卡尔也通过关系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只有珍妮对于婚后的生活充满了孤独和寂寞，无论她对卡尔使尽浑身解数，都无法勾起表哥对她的兴趣。甚至他们在一起运动时，也会因为对方身体虚弱累得面红耳赤，导致珍妮对于身体的渴望无法满足。长久以来，她的身心饱受着空虚的摧残，原本开朗的她脸上不再浮现任何笑容。直到有一天，卡尔带回来了好友麦克，才改变了珍妮梦想中的生活。那帅气的外表和幽默风趣的谈吐，立刻让她不由自主地看向对方。可就在两人四目相对时，瞬间就让珍妮不自然地转过头去。头笨脑的他并没有看出两人的端倪。很快，他们欢乐的聚会即将结束。卡尔提议让麦克帮忙画一张画像。就在他一动不动坐在椅子上的期间，麦克与其谈论起了一名性感的模特，话里话外之间都透露着吸引珍妮注意。显然，这样的话语立刻让对方感到不适。好在他的姑妈出现，打断了众人的思绪，才没有让珍妮陷入尴尬之地。当麦克的剧作完成后，他们都对精美绝伦的画像感到震撼。卡尔就像孩子一样赞赏不已，于是他决定买2瓶香槟为麦克道谢。当姑妈和卡尔走后，麦克立刻露出了他的歪心思。Unbutton your blouse. We don't have time. 虽然珍妮知道这样做很是冒险，但此时的两人还不知，他们的行为即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自从那天起，珍妮对生活充满了乐趣。她貌似一个勤劳的小蜜蜂，不停地工作。两人每天都在阁楼里偷偷约会，尽管她不知道这样的关系会维持多久，但她与麦克在一起时总能忘记惆怅，甚至在姑妈来送茶之际，偷偷让麦克藏到自己的石榴裙里。好在对方并没有。麦克在一起的时候，珍妮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，貌似与以前那个闷闷不乐的小女孩完全相反。但当麦克不在身边时，他却总是一个人发呆，因为他害怕失去对方和来之不易的爱，而他那失落的样子也被卡尔尽收眼底。隔天，卡尔询问好友怎么才能使妻子快乐。 Isn't she happy? I don't even know how to tell anymore. Just love her. For me. 回到家的卡尔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他认为珍妮并不喜欢巴，而且他的病情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好转。可殊不知，此时珍妮的内心却极为慌乱。虽然她表现出了极力的反对，但却看到卡尔那不解人意的表情，无计可施的她只能趁其睡着后，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偷偷找到麦克，希望他能够对自己伸出援手。果然，对方真的想出了一个主意。 What if the going away is an accident?
People have accidents every day, and sometimes they just don't come back. 当听到对方的想法，珍妮纠结了起来。如果计划能够成功，那她将会毫无障碍地与麦克在一起，但却违背了人性的道德，这令她难以接受。深夜回到家中的珍妮久久不能入睡。第二天，麦克就相约卡尔夫妇去林中郊游，可没走多远，对方就因身体虚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。渐渐的，他躺在珍妮的身上睡去，看到两人这样亲近地靠在一起，让麦克的内心瞬间产生醋意。他不顾珍妮的反对，脱掉了她的鞋子。麦克的举动瞬间让他感觉如坐针毡，好在远处出现了多名好友，才令麦克停止那龌龊的举动。但众人看到卡尔在珍妮的怀里休息，便没过多打扰，而是早早的离去。随后三人来到河边，租下一个小船。当毫不知情的卡尔踏上小船后，珍妮却站在岸边犹豫不决。她面临着两个重要的选择，一边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，另一边是可以付出一切深爱着的男人。这两个选择都让他感到无比的纠结和痛苦，最终他还是在麦克的劝说下，三人一起踏上了这条不归路。随后小船划出了众人的视线，而紧张的珍妮双手紧紧抓着船边。她不知道麦克下一步的计划，但她却知道两人最终的目的，然后再用船桨狠狠地砸向卡尔，直到珍妮趴在岸边不断地哭泣，人们才发现已经失去了卡尔的踪迹。事后，麦克按照提前准备好的台词，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对方，并称卡尔坚持让他先救自己的妻子，才会导致他就此失去了踪迹。而这一切却都骗过了警方的怀疑。就这样，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落下帷幕。失去儿子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，其实的姑妈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。她甚至把儿子的离去全部都怪在珍妮身上。尽管事后姑妈会向她道歉，但珍妮每天也都遭受心灵的折磨，因为此时的麦克也不好过，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愧疚不已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再也没有心思谈情说爱。渐渐的，两人的失落和沮丧被众人看穿，于是他们想让珍妮摆脱困境，便开始说服她的姑妈，让其嫁给麦克来走出心灵的创伤。最终在众人的劝说下，珍妮的姑妈同意了两人的婚事。最终在众人的祝福下，两人顺利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就此，他们最初的计划堪比完美的实现。不但如此，珍妮的姑妈还当众承诺，当她死后将会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二人。但是天道有轮回，他们婚后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如意，因为卡尔的死始终萦绕在珍妮的心头。当他看到麦克脖子上的伤口，立刻就会联想起当初谋害卡尔的一幕。两人始终活在一片阴霾之中，甚至已经没有了夫妻之间的房事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珍妮始终摆脱不了良心的谴责，整天郁郁寡欢，昏昏沉沉。这天，麦克带着一家人在外郊游，却不料此时的姑妈对卡尔的思念出现了幻觉，在情绪激动下竟然中风倒地。经过医生诊断后，确定了姑妈已经成为半植物人，甚至都不能与人交流。从此天，珍妮正在给姑妈洗澡时，情绪激动的她再次提起卡尔的名字，可两人在不断争吵的情况下，竟然说出了对方死亡的真相。而躺在浴缸里的姑妈虽然不能动，但当她听到儿子的死并不是意外后，她的情绪异常的激动和愤怒，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怨恨。可此时的她却走入眼底。当所有人都离去后，只有麦克出现在她的面前，但珍妮却不想与其发生关系。回到家的她将姑妈抱进怀中送回了房间，却没注意到对方用尽全力留在地上的印记，恰巧被赶来上班的员工看到一切。随后他快速地逃离商店，着急忙慌地去报警。当珍妮得知事情败露后，长期受到谴责的内心反而不再纠结。他与麦克推着姑妈来到河边，两人并排坐在一起平静地谈心。随后珍妮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武器，可当麦克看到她的举动后却并未阻止。原来彼此都知道对方想要自己的性命，他们之间的感情憎恨又依旧难舍难分。随后麦克将买来的毒药倒入酒中，在珍妮的注视下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，然后将剩下的半瓶递给了对方。而珍妮也在姑妈的凝望下喝下毒酒。看着面前害死儿子凶手痛苦的样子，姑妈的内心却没有感到一丝快感。两人相拥在一起，等待着生命的流失。最终他们因爱生恨，一路堕入地狱。当警察赶来时，两人早已双双离去。影片的最后，那瓶毒酒缓缓沉入湖底，就像是举杯向对方敬酒一样，彼此毁了他们的人生，从此两不相欠。故事